老爷，老爷怎么样？老爷，这你的药死了。老爷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神医呢？神医呢？神医！哎呀，神医啊，神医救救我！我错了，神医救救我吧！我的诊金可是很贵的，你确定要我出手吗？要给多少钱都给，救我啊！哎呦，大人您还好吧？别动。这就好了？排气后按这个方子煎服，连服3副就可痊愈了。何为排气？诊金。给银子，快给银子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！大娘，大娘，这个拿去给孩子买点吃的吧。谢谢女神医，谢谢了。不必客气，切莫给孩子吃不干净的东西。好，谢谢啊。去忙吧。大人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你先带着旨意回魏县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。是。姑娘真是华佗在世，妙手回春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公子过奖了。这位医师，请留步。天地有4劫，凡人有4苦。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，避无可避。生而为先，百病不生。与天同寿，那是造化。然而，命定3劫却需谨慎，稍不留神，便会有骨消肉融、五脏成灰、生死命绝的结果。这数万年来，死于自身劫难的神仙，比死于魔族之手的还要多。旁人修习多年，方度一劫，灵犀却以地仙之身连渡3劫，这是福是祸，着实难料。但是，不论他遭遇何事，何等伤心，时辰一到，劫难将至，神尊切不可出手相助。这是劫，也是他的机缘。一旦能成功渡劫，6腑明，丹田开，9窍通，击骨重塑，涅槃重生，神魂归位，魔气自散。灵犀不但能重回仙班，还能得大造化。若强加干预，只会弄巧成拙，万般辛苦，化为虚幻。小仙查过他的命簿，灵犀一生不过19载，再苦再难，就这些许时日了。神尊，本尊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那神尊，本尊一会儿便回去。是。
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进来的？怎么这么凉？你等一下。泡泡手。不用了。我加了生姜，泡一泡，暖一点。再泡一下吧，暖一点。不碍事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个是什么？香包。药材。驱寒的。不是给我的吗？还没做好呢，我想绣上你的名字。这样就很好了。就算你我已经订了婚，你这样深夜偷偷过来也不好。我送你走吧，不然天亮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我明白。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梦呀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你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那我走了。不行，你这样会被人听见的。这么高的墙，你不是会功夫吗？你能跳过去吧？接下来一段日子不能来见你。要读书，准备恩科考试吗？算是吧。那你要注意身体。宋伯伯，
就是很好的大夫。你的体寒之症是要吃药调理的。我不在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看开一些，熬过这一段，总是会有转机的。随你笑呵，随你翻唱歌，不恨此花费尽恩怨为何？你看日月淡淡，任凭海水倒换，夜绚烂。梦的两端，你向我走来，月光洒满无尽海，愿你入怀，安心的澎湃，愿你入怀，安心的澎湃。林大人早。早。林大人早。早啊。几位早上好。啊，林大人早。早。林大人要的金树药方已经从京城带回来了。是吗？不过可惜是拓印本啊。哦，拓印本已经集好了。有劳有劳。林大人请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城东冯府今早闯进了官差，好像还是京城来的官差。冯家犯事了？不应该呀。冯家向来本分，出身又不是什么官宦，就算犯事，也不该京里来人拿人呐。抓走的是冯家的女娃，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家，她能犯什么事啊？这谁知道啊？真是奇怪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大人吗？啊，张嫂，恭喜恭喜呀！林小姐和宋公子喜事将近，两家摆酒席的时候可别忘了我老婆子。岂敢岂敢，张嫂，我是一定要请的。到日子你可一定要早点过来。一定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县衙里来了个差大人，带了京里的大人来我家，向我讨要咱们县里各家女儿的生辰八字。看见贵妇林小姐的八字时啊，还愣了一下。你说不是想要选林小姐进宫当秀女吧？不过啊，我老婆子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说林小姐又聋又哑，可不敢送进宫里。林大人，您不会怪老身多嘴吧？啊，哪里哪里，你说的都是实情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那个林大人，我家老头子老毛病又犯了，您看……啊，你放心，明天我抽空过去看看，再开2副药。哎呦，那太谢谢您了，林大人。那老身就先回去了。哎。老爷回来了。哦，
今天呢，宋大人来家里找你，见你不在，便匆匆去了医署局。我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呀，怕是有什么急事。你回来的路上可是遇见了？没有啊。啊，我回趟医署局，中午饭不用等我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个个都来去匆匆的。小姐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一定还没有见过宋公子吧？我和宋家的下人熟得很，听了不少宋公子的消息。小姐要不要听？小姐往常要是不愿听什么，早就垂头不看了。这次明明不想听，为何还要盯着小人呀？听说前天临县的关公子等人竟敢在茶楼大放厥词，竟然说我们县无才子。宋公子一听就恼了，当场就与关公子比起了诗词歌赋。最后呀，这关公子输的是灰头土脸，还被宋公子逼得不得不向我们县在场的才子端茶认错。听说当时宋公子可出了大风头，将关公子的诗词批的是一无是处，羞得对方的脸呀跟猴屁股似的。宋公子逼着对方认错，还羞辱了对方吗？对啊。他是这样的人吗？这是小姐要洗的衣物吗？小菊，小菊，你给我出来！小姐等等，我去便来。来了来了。二小姐，我这衣服是你洗的吧？是啊。你怎么洗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这儿。二小姐，这衣服原本便是这般，是染布的时候颜色不均，可怪不得我。你还敢狡辩？这可是从京城买回来的布料，怎么可能颜色不均？明明就是你没洗干净。我已经洗了很多遍了。我不管，你继续洗。什么时候洗干净，这事儿什么时候才算完？二小姐，您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我就是为难你又怎么样？你不是没事做，很闲吗？你接着洗，快去！是。林大人，宋大人，林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找我有事吗？林兄，大事不好了！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林兄，你日前给我阿莫的生辰，可是5月初3。对呀。你可否真的记清楚了？是那一天吗？我当然记得清楚，当天晚上还下着大雨呢。啊，是不是他俩八字不合呀？要真是与犬子八字不合，那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你也知道，我家中有亲戚在京城当差，听宫里传出消息，太子病危。这和小女有什么关系啊？今天见大法师开坛卜算，说是有妖星降世，命克龙子，此人不死，天下不宁，皇室不安。大法师已经算出此人的生辰八字，现在官府正在按图索骥。阿莫的生辰年岁与钦天监大法师推算的妖星一模一样，一旦被发现，那可是要被杀头的。林兄，城东冯家女儿与阿莫是同一天出生，
已经被抓起来了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会不会搞错呢？哎，宁抓错不放过。不仅是冯家，还有李家和赵家，他们2家女儿也都是那天出生的，也都被抓起来了。赵家的2个女儿，还是一对双生子啊！林兄，您再看看吧，挺新鲜的。哎，再看看呀。哎呦，怎么走路的？不看着点啊！对不起。哎，你不拍呀？什么人？是他吗？对，没错，她叫林默，是医署局林大人的女儿。带路。老爷回来了，大白天的关门做什么呀？阿嬷呢？妾身不知道啊。啊。哎，老爷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这孩子去哪儿了？阿嬷，阿嬷，别洗了，赶紧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再问来不及了，走。快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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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差办事！开门！怎么了？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慢着点。我们林家3代可都是本分人呐，怎么官差这大白天的就找上门来了呢？啊！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撞了！走，跟我走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在这等着我啊，哪儿都别去，千万别回家啊！爹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让我躲起来？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爹都会保护你的，啊！等着我。是啊，别说话，不要命了。谁是林默？把头都给我抬起来！没听见大人的话吗？抬头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林震。我不是林默，林默是我姐姐。
那林默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走，是。这边。你俩去那儿，你那边。是好。大人，没有找到人。大人，没有找到。大人，没人。林默到底在哪儿？再不说，休怪本将不客气。诸位所谓何事？为何要闯入下官的私宅呀？本将乃是御前军侍卫，此次前来，是奉了宫中宋贵妃的旨意行事。本将问你，林默何在？啊，下官林少海乃医术。本将没问你是谁，是问你林默在哪儿。小女已经死了。是。昨天到河边洗衣服，一不小心落水而亡。目前还没捞到尸体。哼，林大人，我等皆是奉旨行事，可尔等若是欺君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娘，老爷，娘，你说林默溺水而亡，好，本将现在就回去让人到河中打捞。如果明天的这个时候还见不到尸首，我就拿他的尸首充数。不关我的事啊！带走。大人，是。不关他的事啊！使不得，大人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到时候不但他要死，你们全家都要跟着陪葬林大人。走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冯家、赵家、李家，那天出生的女儿，也都被抓走了。娘，你可听到了？朝廷要抓的妖星沙漠，可不是我的林湛啊！您平日里最疼湛儿了，你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娘，你把阿莫藏哪儿了？为娘问你话，你把阿莫藏在什么地方了？你都听见的，这是欺君大罪，要株连九族的。老爷，阿莫是你的女儿，可湛儿也是你的女儿啊！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湛儿去死，老爷，妾身求你了，救救我的湛儿吧！老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救救
我的婵儿吧！老爷，救救婵儿吧！妾身求你了，老爷！你还不说话？你要害死全家呀！你跟我说！阿莫不是5月初3生的，阿莫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娘，夫人进门多年，一直没有身孕。娘逼我纳妾，可是我俩，阿莫是当年我连夜从慈幼局抱来的。慈幼局抱回来。好，好啊，你们！娘，是儿子不好，儿子不孝，欺骗了你。但这一切真的和阿木没关系，他不是我林家的孩子。那不正好吗？朝廷既然要抓，老爷把阿莫给他便是，把我的婵儿换回来再说。老爷，你把阿莫藏哪儿了？你说呀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阿莫的生辰根本就不是5月初3，也不是朝廷要抓的妖星。我可不管，朝廷要抓的妖星是不是，那是朝廷说了算。我现在就知道，朝廷要抓的是阿莫，我的婵儿是无辜的，我绝不能让婵儿替那个丫头白白送死。我的婵儿要是死了，妾身也不活了。老爷，你倒是说呀，老爷！够了。你说阿莫生辰不是5月初3，也不是我林家的女儿。就算我信，官府的人能信吗？啊？能。江嬷嬷在吗？哎呀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说吗？打扰。江嬷嬷在吗？我找江嬷嬷有急事啊。江嬷嬷啊，江嬷嬷2年前就去世了，去哪儿找江嬷嬷呀？你要真找江嬷嬷，就去她坟前烧点纸吧。啊。老爷，姐姐，娘也给你跪下。娘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起来呀，娘！
娘，干嘛？你干的好事，这个又聋又哑的野种，要拖累死我们全家呀！你还不知道怎么选择吗？要我们全家去为他死？你是不是要娘死在你面前？娘，娘。你还犹豫不决，为娘就死在你面前！我选。我选。爹，你来了，家里怎么样了？那什么，阿莫，饿了吧？来吃饭。爹，你吃了吗？啊，我吃完了。你吃吧，吃吧。爹，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把女儿藏在这里，不能回家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想办法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吃完饭，爹就送你回家。